闭关几十年，我的小渔村呢？大限已至，后代如何负责呢？姑娘，您是？玄机，陆明城的故人，今日特来相见，此生最后一面。小丫头，我看你年龄不大，怎么能是我们老爷子的故人？还请不要拿我陆家开玩笑。告诉陆岐山，陆明廷若见不到我，这口气咽不下去。陆总，什么事儿？门外来了一位叫玄机的小丫头，约莫着17、18岁，拿着双鱼玉佩。她称是老爷子的故人，还说老爷子见不到他人，不会避远。双鱼玉佩，看来私生女找上门了。父亲濒死，已经2个月了，无法咽下去最后一口气。这件事情，除了自家人，并无外人知道。况且双鱼玉佩的事情，并无外人知晓。人之将死，最后一口气如万箭穿心。爸，他多活1秒，就多承受1秒的痛。青山，你说爸他到底在等什么？大哥，你说，咱爸真的一点都不爱咱妈吗？临死之前还要惦记着那个外面女人生的私生女，妈才走了10年，那丫头已经17、18岁了，她怎么能这样？少华，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，死马当成活马医吧。管家，带我去见一下。是，陆总。你说，这个故人能有多重要，能让爸如此放不下，宁愿忍着这么大的痛苦也要等他？嫂子，你说呢？爸一直不咽气，不会就是为了给私生女分家产吧？什么？爸也太过分了！婚内出轨，还想把家产……二妹，少说2句吧。爸在申城的商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，总归不是我们这些小辈们应该评价的。再说了，爱情这种事情，谁能控制呢？可是私生女都找上门了，爸以前清醒的时候就说过，谁要是能拿出双鱼玉佩，那个人就是陆家的主人。爸也太过分了，临死还要惦记着外面的女人，还要把遗产分给对方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睡觉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段时间总是梦见外祖母。怎么回事？这小丫头气场怎么如此强？连我一个大人都觉得如此威严。明明不过是个17、18岁的姑娘。陆总，就是这小丫头说，她说她是老爷子的故人。小丫头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怎么能是我父亲的故人？我知道你是外面的私生女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，足以保证你衣食无忧。私生女？至于陆家的家产，你一点儿也别想惦记。蠢，傲慢，陆明恒怎么能有你这样蠢的后代？他怎么敢骂我？罢了，不与他们这些小辈追究了。陆总，你消消气啊！老爷子最后一口气吊着，
每多活1秒就犹如万箭穿心。请等一下。玄机姑娘，刚才是我说错话，父亲始终记挂着你。我们做小辈的，自当是尊宠遗愿，请跟我来吧。这位姑娘叫玄机，是那位故人的后代，她也是受家里长辈所托，今日特来完成父亲的夙愿。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漂亮的人？气质也太好了。肤若凝脂，气质清透温润，眼波流转间似有星辰，眉若远蝶。看她长这么漂亮，想必父亲的那位故人应当也是貌美顶级的大美女吧？这我小姑长得还挺漂亮，比夜店那些……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不敢生出任何一丝邪念？这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什么后人不后人的，不过是私生女罢。站住！这位应该也是狗蛋的后代吧？天庭饱满，倒是一个会享福的人。别以为你拿着双鱼玉佩，你就能骑在我们陆家人脖子上耀武扬威。我爸和我妈明媒正娶，领过结婚证。你母亲不过是个小三，你就是私生女，不要妄图惦记我们陆家的家产。可惜还是蠢，狗蛋是怎么教育他们的？少华，你别胡说八道！远道而来是客，我们都应该礼貌待客。哼，哥，你这样说对得起妈吗？妈才去世10年，你看她多大了？17、18岁了吧？你知道的，人之将死，最后一口气犹如万箭穿心。爸多活1秒，你忍心要父亲承受身体上巨大的痛苦？嫂子娘家不是也这样吗？后来找了那个沈大师，不是也解决了吗？那个沈大师，父亲以前就说过，不喜欢他，说见到他就觉得不舒服。什么大师？玄曦姑娘，前段时间我们确实也找过另一位大师，可惜并没有什么用。他说父亲有一个执念，让他无法咽下最后一口气。都少说2句吧，先让这位玄机姑娘去见父亲吧。印堂发黑，乌云罩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郭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啊。卧床多日，房间干净，并无异味。看来这2个孩子虽然有些蠢，倒是也孝顺。狗蛋幼年孤苦，丧父丧母，一生勤勉，夫妻恩爱，中年起事后富贵，晚年子孙孝顺，算得了善终。父亲就在这里。医生说他只是不能醒过来，但我们说话他都能听到。玄机姑娘，您母亲有什么嘱托的话，或者临终前给我父亲留什么遗言吗？您尽管讲，我父亲能听见。爸，你说爷爷见到他后就能安心的咽下这口气吗？闭嘴，别乱说话。故人已去，想必父亲也该放下执念了。玄机姑娘，您看，爷爷动了，他动了！爸，你看到了吗？爷爷的手指也在动。是真的，我也看见了。我马上去叫医生。定。什么情况？我的身体怎么动不了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是玄机姑娘干的吗？她是怎么做到的？明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玄机姑娘，这是……狗蛋儿，你与我此生的缘分已经尽了，又何必执念？动。云出法随，
这也太厉害了！求求您，求求您，救救我爷爷吧！您一定有这个能力。起来。不，明儿，别胡闹！国内国际的医生专家都看过的，说你爷爷大限将至了。她一个小丫头怎么能救你爷爷？爸，你和我一起跪下来求他，说不定还能救活爷爷。胡闹！陆明，赶紧给我起来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爸，你就是太固执了。玄机姑娘，让你见笑了。这孩子被我父亲惯坏了，不懂事，您别往心里去。爷爷真的醒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爸，你醒了，是玄机主人回来了吗？狗蛋，缘分早已尽了，不必再执着。爷爷，你才醒过来，要不就别下床了，您身体还虚着呢。他走了，爷爷就别下床了，追也追不上啊。爷爷，你这是干嘛？快起来！父亲，您这是为何？您刚醒过来，身体要紧。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玄机主人一面。父亲，起来吧，地上凉。是您救了我，我的命就是您的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奴了。你今生一定会尽心伺候玄机主人。那小丫头有点厉害啊！明儿，那不是小丫头，那是玄机主人，不可胡乱说话。爷爷，我知道了。启山，如今见过玄机主人，我也该去了。我去世后，你不仅要管理陆家的产业，还要伺候好玄机主人。父亲放心，我会照顾他的。不是照顾他，是像孝顺我一样去伺候他。玄机主人有时候会消失几十年，但我陆家的子孙，只要再遇见仙机主人，都要尽心伺候。这是我陆家的规矩。好的，父亲，我一定听您的。
爷爷，没想到，如此渺小的人类，竟能盖起这样的高楼大厦。是申城首富陆家的车。陆家的人怎么来夜市上了？恭迎玄机主人。玄机姑娘，这栋别墅的产权也是陆家的，紧邻陆宅。这段时间家中要举行父亲的葬礼，会有些吵闹，希望姑娘不要见怪。这段时间，陆明会跟在姑娘身边，负责伺候，有任何需要，尽管吩咐他。玄机姑娘，多多关照。好好伺候，别给我惹事。知道了，爸。大哥，凭什么一个小三儿的后代私生女，凭不能登堂入室，站在我们陆家的房子里？难不成以后还要把家产分给他？您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爸不在了，您就当家做主了，您可不……闭嘴！曲山，一个17、18岁的小丫头，怎么可能是父亲的主人？会不会是父亲昏迷太久，糊涂了？我也想过这个可能，但我已经安排了明儿跟在玄机姑娘身边伺候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她都会汇报。事已至此，我让管家去别院伺候着了，他有任何要求都要满足。咱们先摸清这玄机姑娘的底细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玄机姑娘说要选几件现代人穿的衣服，我已经把全申城的奢侈品牌都喊来了，可是总觉得这些品牌配不上我。我们可是驴牌，全球顶级品牌，竟然还会被嫌弃。我服务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受过这种气。是啊，我服务过那么多 VIP， 从没见过这么挑剔的客人。那些衣服哪件不是限量款，哪件不是几10万起步？就是说啊，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小丫头，架子倒是不小。各位，请回吧，门口领车马费。这边请。周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陆少爷，我帮玄曦姑娘挑选衣服，明明都是国际大牌，可就是感觉那些衣服都配不上玄曦小姐，所以，我觉得自己很没用。有这么神奇吗？本少爷亲自去看看。我怎么能在玄机姑娘面前吃东西？这也太粗鲁了，这也太不尊重她了！我是猪吗我？玄机姑娘，我来了。周管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
陆总，我感觉我好没用啊！周管家，你好歹也在我陆家几十年了，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见过？达官贵人也接待过无数了，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感觉没有伺候好玄熙小姐。我怎么能如此没用？到底怎么了？你慢慢说。玄机姑娘的早餐一口都没有动，我把申城所有7星级酒店的早餐都订了一遍，全部订了一遍啊，陆总。可我总觉得凡间的食物配不上玄机姑娘，还有那些什么狗屁奢侈品，全都配不上玄机小姐。后来我把您珍藏的御前18颗拿出来给玄机姑娘泡茶，她才勉强觉得还不错，我的心里才有一丝安慰。御前18颗，上次我想要，大哥都没给我，一个私生女，竟敢如此放肆！少华，不要妄言。我自幼跟着父亲学习经商，三教九流，形形色色的人都见过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像玄机姑娘这样的人。她不娇气，却自带贵气，有时候我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睛。陆明，玄机姑娘既然在陆家住下了，不管她提出任何要求，都要尽全力满足。好的，父亲，我一定好好伺候玄机姑娘。父亲的故人绝非等闲之辈，会不会他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比陆家还要高？一个从山里下来的野丫头，能有什么背景？不要再讨论这件事情了，先把父亲的葬礼顺利进行完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这么冷？难怪那日我看他印堂发黑，乌云罩顶。今日葬礼还有事端，我必须去。李部长，这边请。申城、京城、护城，这些大官显贵怎么会来？爷爷叱咤商海，想必也结识过很多朋友吧。玄机小姐，难道这些大官显贵都是冲着玄机姑娘来的？她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谁？玄机姑娘，那是我舅舅和舅妈，后面那位是沈大师。我外祖母临终前情况和我爷爷很相似，
也是咽不下最后一口气。然后我舅舅就找了沈大师，沈大师给我外祖母超度后，外祖母才闭眼下葬。你亲眼看到你外祖母咽下最后一口气了？没有，沈大师说不吉利，直接封棺了。我们都没看到外祖母最后一面。玄机姑娘，您为什么问这个？你外婆是被活埋的。怎么可能？大师做完法事之后，说外祖母就咽气了，才封棺下大葬的。附魂绳锁心，要的是他永不入轮回，直至魂飞魄散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难怪这段时间我总梦见外祖母。玄机姑娘，你为什么那样说？我外祖母到底怎么了？难道玄机姑娘说的是真的？大哥，我最近总是梦见母亲，心里很不安静。南枝，你想多了，沈大师已经超度过母亲了。母亲走得很安心。是吗？那就好。有你这样愚蠢的女儿，你母亲才不会走得安心。玄机姑娘，您什么意思？你胡说什么？哪来的野丫头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南枝，这是谁？玄机姑娘，是我父亲的贵客。哼，一个客人在主人面前指指点点，让他出去。玄机姑娘，我们谢家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。你执念太深了。你是什么人？玄机姑娘，你今日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是来参加葬礼的，我们欢迎；如果是来捣乱的，这小丫头眼神好生厉害。谢家罔顾人伦，活埋生母，有违天道。你胡说！我母亲是寿终正寝，我们谢家绝对不会做大逆不道的事情。寿终正寝，那为什么还需要找大师来超度？我母亲内心有执念不解，所以才请大师的。谢家在申城算得上豪门，钱不缺，儿孙满堂。这样的老太太会有什么执念？是啊，母亲什么都有，她到底有什么执念？南枝，把这个疯子赶出去，不要听他胡言乱语。他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来管我们谢家的事儿？玄机姑娘，我谢家的事就不劳您挂心了，您请回吧。尽早处理好谢老太的事，否则你们谢家满门遭殃。这个小姑娘看起来年纪轻轻的，道行倒是挺厉害。她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你是说，玄机姑娘说你外祖母是被活埋的？她是这么说的，而且她说外祖母身上有附魂绳，被锁住了灵魂，无法往生。
幸亏父亲生前说过不喜欢那个沈大师，当时我们还以为父亲只是迷信。陆总，这是您要的调查结果。怎么什么都查不到？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，上学、念书、生病，都会留下痕迹。可玄机姑娘的档案什么也没有，没有出生证明，没有学籍记录，没有就医记录，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查不到。什么都没有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会不会是周管家？你查错了。陆总，我在申城虽然只是个普通管家，但以陆家的身份去调查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查错？或许这位玄熙小姐是真的不简单。如果父亲不是老糊涂了，贤姬真的是他的主人，那外祖母真的是被……如果玄机的身份真的不简单，那么他说的谢家活埋，难道是真的？难道玄机姑娘说的是真的？夫人，请留步。玄机姑娘是客人，怎么连我这个主人也要看的脸色？玄机姑娘昨日就算出夫人会来找她。玄机姑娘说，一定要等8点以后才能相见。她怎么知道我会来？难道她真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？玄机姑娘一定要等到8点以后才面见客人吗？是的，夫人。这里好歹也是陆家的别墅，怎么整得我自己好像是客人，玄机姑娘才是主人似的？夫人请。周管家明明是我陆家的管家，却如此听玄机姑娘的话。玄机姑娘出身当真高贵，会管教下人。玄机姑娘，有话直说。玄机姑娘，昨日我梦见母亲，她被绳子绑住，很痛苦。那是附魂绳，你母亲是被活埋的。玄机姑娘，附魂绳是什么？您怎么知道我母亲她是被活埋的？谢老夫人来找我了。不可能，我母亲已经去世了，她怎么可能找得到你？谢老太下葬时，所用棺材是阴沉木，所穿寿衣是8重锦，双手各戴一个福寿金手镯，2目处各放东海夜明珠，以及99根长枝金线。您怎么知道？可我是亲眼所见，母亲确实咽了气，怎么可能是活埋？我原本以为谢家是阴狠，没想到是愚蠢。为什么听到玄机姑娘骂我愚蠢，我一点都不生气？好像她永远都是正确的、圣洁的。玄机姑娘，可我还是不明白，
母亲咽气的时候是我亲眼所见，你为何执意认定我母亲是被活埋的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啊？我问你，你母亲戴的福寿金手镯，还有东海夜明珠，以及那99根长枝金线，都是哪里来的？是我兄长前几年在苏富比拍卖行高价拍来的。因为母亲怕黑，所以我们就把这2颗夜明珠放进了母亲的棺材里。不过，那99根长枝金线是沈大师带来的。是那日在葬礼上见到的沈大师吗？是的，沈大师说，金线要用至亲之人的鲜血浸透，血肉至亲，才能体现我们的孝心。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金线浸染了至亲之人的鲜血，就不再是祈福之物。它叫附魂绳。附魂绳会将死者的灵魂锁住，死者无法往生，承受永生永世的痛苦。至亲之人的血会让死者留恋，他宁愿承受痛苦，也不愿舍弃血亲去往生。可你母亲又是被活埋，怨念极深，长而久之，必定成为厉鬼。母亲，是我们不孝顺，我没想到听了沈大师傅的话，竟然害了母亲，让你永生永世不能往生。现在还有一个法子，开棺验尸。是不是只要把夜明珠拿出来，再把金线剪掉，母亲就没事了，就能往生了？你能这么快接受开棺，倒是比我想的要快些。是不是只要把陪葬品换了，金线阻断，我母亲就能顺利往生了？谢老太是被活埋，她在棺材里醒来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死不瞑目，又被亲生儿女算计，由爱生恨，怨念已经生成。一旦附魂绳控制不住，你们谢家也就大祸临头。现在剪掉附魂绳，已经晚了。母亲，我们是听了沈大师的话，我们也是被骗了。谢老太的执念只会越来越深，而附魂绳很快就控制不住了。一旦附魂绳控制不住谢老太的执念，他一定会找到谢家报复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谢家人一个也逃不过。可是我们的无心之过，不是故意要害母亲的。周管家，送客吧。大哥，你说，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当着谢家列祖列宗的面发誓，你说母亲不是被活埋的。胡说八道！一个小姑娘的话你也信？哥，那我们就开棺，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。开棺？这不是让母亲死了也不得安生吗？这可是大逆不道！谢家会被深城的人戳脊梁骨。如果他说的是真话，那母亲死后还要日日承受痛苦，这才是不得安生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。此事若传出去，谢家活埋亲母，陆家怎么看？你在陆家还怎么立足？这个神怎么看？谢家就会沦为整个深城的笑话。
大哥，陆家早晚会知道，若不开棺证明清白，谢家早晚都是申城的笑话。母亲，有鬼呀！棺材上有抓痕，难道万宗母真的是被活埋的？母亲，母亲，你放过我们！我们也是被沈大师骗了，不是真想害你啊！求求你不要生我们的气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怎么又动不了了？回去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切莫犯下杀孽。天道有轮回，若你犯下屠明灵之事，那便永无往生之日了。执念，我会帮你解决。玄机姑娘，如果现在把这些束魂绳剪掉，外祖母是不是就能减轻痛苦？剪断绳子没有用。玄机姑娘，我有眼无珠，对你无礼，求你救救我的母亲！求你了，玄机姑娘！你是要救谢老太，还是救谢家？我母亲和谢家都需要玄机姑娘出手相救。玄机姑娘，我道歉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也是被骗了。玄机姑娘，请您看在我爷爷的份上救。你真的是被骗吗？你心不诚，话不真。再有2日，谢家必定大祸临头。玄机姑娘，你若不说实话，我救不了谢家。明儿，你一直跟在玄机姑娘身边，你就和她求求情。舅舅，先回家，从长计议。玄机姑娘说，连你也不信我，我是你亲舅舅。大哥，你真的不知道母亲被活埋的事情吗？我真的不知道母亲是被活埋的，否则我怎么会同意开棺？我不信。大舅，你再不说实话，谢家就完蛋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妈也是谢家人，谢家要遭祸端，你母亲也逃不掉。你连活埋亲生母亲这种事都能做出来，你当然逃不掉。但我母亲不一样，我会保护好她的。
哥，你还要骗我们到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个沈大师是爸介绍过来的，难道是爸？你胡说什么？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几十年，父亲怎么会害母亲？相濡以沫，大哥，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就不好。你以为我那个时候年纪小不记得了？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小时候，父亲看母亲的眼神从来都不是爱，是厌恶，是嫌弃，是……那是因为母亲以前和别的野男人私奔过。玄机姑娘，您怎么来了？继续，关于谢老夫人的事情。玄机姑娘，这是我谢家的私事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大哥，谢家现在连活埋亲妈的事都做出来了，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外扬的？我这人最喜欢听故事了，你若是能把故事讲精彩了，没准我听开心了，一高兴就能帮你们谢家呢。真的吗？玄机姑娘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玄机姑娘愿意帮忙我们谢家，我自然是要知无不言的。只是这涉及家族隐私。不要啰嗦。我母亲原名叫三妮，在那个封建的时代，生个女娃就是赔钱货，所以母亲就被扔了。一个没人要的丫头，侥幸没有饿死，就靠着吃百家饭长大。有一年闹饥荒，家家户户都没饭吃，她自然也要不到饭，然后就去小偷小摸，后来被村子里的人赶了出来。这是你父亲和你说的？是的。继续。他为了能吃上饭，为了能活下去，就勾搭村里的男人，整日与形形色色的男人厮混在一起。还有一次，半夜爬上了父亲的床，把生米煮成熟饭后，他就带着全村的人来闹。当时还是教书先生的父亲，因此失去了工作，也被迫娶了母亲。我爷爷也因为这件事被活活气死。爷爷去世后，父亲带着母亲进城，在一部古书里找到一种古法织染技术，凭借着这一个技能，父亲慢慢积攒钱财，生意也慢慢壮大。可母亲呢，却趁着父亲在忙新工厂的时候和工人偷情，还私奔。你说的这些，都是你父亲讲给你的。我所知道的一切，都是父亲告诉我的。我们的父亲每天努力工作，而他呢？水性杨花，勾三搭四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要不是当年父亲研读古书，寻得一个古法染布，也不会有谢家现在在申城的地位。在当年，父亲染的布，每一匹都被抢购。玄机姑娘，我身后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谢家的布越来越出名，订单越来越多，甚至还有国外的订单。父亲准备建新染厂，可就父亲忙于新染厂的时候，母亲却跟一个工人私奔了。我不相信！那个时候你还小没记忆，但我已经懂事了。
难道你不记得了？小时候，母亲看我们的眼神只有厌恶。即便是母亲和工人私奔，我们的父亲还是没有放弃的，寻遍深城，还是把他找了回来。所以，即便沈大师是父亲介绍来的，父亲他也绝不会伤害母亲。你记恨外祖母小时候不疼爱你，所以才要活埋他。你胡说什么？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，早就过去了。活埋这件事儿就是被沈大师害的。我和父亲一样，都是不知情的。你怎么知道你父亲不知情？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，还在和饭店老板眉来眼去，甚至想把我塞水里淹死。后来生小妹后，也做过同样的事儿。妈，是真的吗？外祖母小时候真的要淹死你吗？这个我倒不记得，但小时候母亲确实不喜欢我们兄妹，对待父亲也冷淡。只是年纪大些后，你们这些小辈们出生，他才对你们这些孙子辈的小孩多些笑脸。他不是变好了，他害怕没人养老送终，才开始讨好这些小辈子孩子的。你母亲对你说的话很不认同。从你讲话开始，你母亲就一直站在你身后。我发誓，我说的全是真话。我原以为她是愤怒，没想到是委屈。被亲生儿女误会的痛苦，无人能懂。从小到大，我想让他抱抱我，我也想像别的小孩子一样向妈妈撒娇。可是呢，小时候哪怕是我摔倒了、受欺负了，他也从来不会哄哄我、抱抱我。我想让他哄哄我，可这愿望太奢侈了。你也是这样想的吗？小妹，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因为母亲不爱你，哭得很伤心吗？是啊。滚开！滚开！我要杀了你！谢怀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母亲一定有苦衷，她一定是爱我的。小妹，你就是被他演出来的假象欺骗了。你母亲临终一直不肯咽气，是因为一口执念。可是你们兄妹俩听了沈大师的话，用血浸透复魂绳，你母亲的执念认错了，现在是把你们认作仇人。难道是父亲？不可能！父亲怎么可能害我们？肯定是沈大师骗了父亲。自从修道就不回家了，一定是被他骗了。我问你，你父母以前的事都是听谁说的？我父亲除了他，还有谁能证明？这是家事，自然不外扬，所以知道的人自然也少。仅凭父亲一言，就认定母亲水性杨花？我亲眼看到母亲要把小妹淹死。你说父亲是教书先生，可他给你们写的信，字写的乱七八糟，还有错别字。一个识字不多的人，还能当教书先生？不识字又如何钻研古书里的古法染布技法？舅舅，我只有一个疑问：外公正字不多，
小时候我就记得外公他写的字歪歪扭扭的，可一个不认字的人，怎么从古书寻得染布技法？那外公说的一切都不合理了。难道是父亲说谎了？说没撒谎，得亲自去问当事人。大哥，我们要去找父亲，当面问清楚。玄机姑娘怎么还没来？玄机姑娘说让我们先进去，她随后就到。你们找谁？我们找了悟道长。你们是了悟道长的何人？我们是他的后代。请随我来吧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解开执念。道友好，空闻道长好。了悟道长和我道观实在有缘，前段时间病得十分严重，突然一夜之间就好了。我父亲什么时候生的病？又是什么时候病好的？什么时候生病记不太清了，不过病大好那日，我记得是3月19日，突然就好了。3月19日，正是母亲去世的日子。家里出什么大事了？父亲，我们今日是为了母亲的事来的。前几日遇到一位大师，他说母亲是被活埋的。父亲，你是不是也被那个沈大师骗了？不许质疑沈大师，他法力无边，绝不会害人。那个沈大师不仅害母亲，还用阵法让他无法往生，甚至想害死谢家人。没想到这大师还有些本事，可惜已经过了7期49天了，没人能奈我何。人死如灯灭，入土为安。你们回去好好过日子吧。母亲是被活埋的，我不管他怎么死的，既入了土就别再纠缠。你们也回去好好的过日子。我现在已是了悟道长，不再过问红尘俗事。外公，您是让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，还是回去等死？您害了外祖母，怕她死后缠着你，就用儿女的命换您苟活的命。没想到我谢家还有你这么聪慧的后代，不愧是我的种。可惜呀，活不长了。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歹毒，难道你以前的慈爱都是装的？你们的命是我给的，我就有权取走。如今大局已定，你们来找我也无用。这怎么可能？这里是道观，他的鬼魂怎么可能
出现在这里。谢怀，你害得我好惨！谢怀，拿命来！去害他们，别来害我！你怎么能？你一个鬼魂，敢来我道观，我让你灰飞烟灭！鬼啊！救命！空文师兄，救命！此女不是妖魔，倒像是……难道是那位？因果轮回，报应中道。连空文大师都对他如此客气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贱人就是贱人，以为放不下执念就能复仇，做梦！所以，就拿亲生儿女去等死。不要说他们的性命，若那阵法杀一个人能换我更多时日，我也不惜杀光全天下的人换我长生，我也绝不手软。操！我外公是个神经病！疯子，你是冷血的疯子！我的种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以前你说的那些话全是假的，我母亲肯定是有苦衷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一群蠢货，居然全信了。现在，把你和他的事情如实讲一遍，我要听故事。你个小丫头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去杀了他。我说，求玄机姑娘饶我一命！我说。10年，我整整喜欢了他10年，可他呢，嫌弃我是个穷光蛋，和一个教书先生眉来眼去，最后竟然还要结婚。薛家这丫头可是我们这10里8村出了名的漂亮。这新郎官是个教书先生，一表人才，这才是郎才女貌。妈，是你抢来的。当年啊，我就是这么把他抢过来的。新郎全家一个不留。薛明珠那个女人还想自杀，我用刀架在她脖子上，用她全家的命逼她，她也就不敢死了。你死一个试试！我要你们薛家都得给你陪葬。后来我就改名叫谢怀，带着那教书匠的家产和你娘的嫁妆搬到县里。那几年日子也真好过，我感觉有花不完的银子。可惜没几年，那点银子快全光了。所以你也不认识字，也不会染布。错，我会染布，不过古法染布技法是从薛家得来的。我在县里没银子过日子了，就带着你外祖母回了薛家。没想到薛家人看不起我，我索性就一个活口没留。薛明珠看见全家死光，想自杀，结果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就是因为你，他才没死成。你说他矫情不矫情？想死就去死，非要装模作样。你说什么？母亲，你承受这么多痛苦，哭什么哭？要不是我，你们能锦衣玉食几十年，谢家能有今天？母亲应该恨你，你就是个畜生，你毁了他的一生。我从小听你说你是英雄，你说你白手起家。我随便编几句话，你们还真信了。怪谁？怪你们自己蠢。外公，你怎么能？我怎么不能？一个小辈有什么资格来说教我？那你说母亲和男人私奔？林叔，快，再走3里路就有船了。铁蛋儿，看在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份上，你放过明珠吧，他已经……你再跑一次，我杀了你的2个孩子，我说到做到。用我和小妹的命威胁母亲，威胁？我那是为了这个家。要不是我本事大，谢家能有今天？你们能锦衣玉食几十年？故事听完了，动手杀了他。南波，我是你爹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爹死。玄机姑娘，求你救我父亲吧，舅舅！你疯了！玄机姑娘，白山孝为先，他毕竟是我父亲，求您了。我刚才让他讲出事情经过，是为了让薛明珠记起来仇人是谁。既然你给他求情，那你就和他一起死吧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真是巴掌不打在自己身上，不嫌疼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，也不是那个意思，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说到底就是既要又要还要。大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不愧是谢怀的后代，骨子里都是自私。当初薛明珠家人被杀之后，完全可以拉着谢怀一起去死，就是为了肚子里的你才苟活下来。你宁愿相信你父亲编织的谎言，也不愿睁开眼睛看看真相。你当真是愚蠢。大哥，父亲那样对待我们，你还要维护那个恶魔吗？我原本以为你母亲执念不散是为了复仇，如今看来你是为了保护孩子，才屈辱的活了几十年。我是你老子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？你想干什么？儿子，快来救我！我可是你爹啊！你没有资格做我的父亲，你不配。大哥，你终于想通了。畜生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家人解决。玄机姑娘，等等我。
小朋友。玄机姑娘，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帮我找一个小男孩，6、7岁，最近刚去世，也可能是失踪。怀里抱着一个蓝色的鲨鱼玩偶。太好了，终于能帮玄机姑娘干活了。空问道长，您是说那位玄机姑娘出山了？正是，一直被世人寻找的玄机姑娘，终于出现了。她在哪儿？现在陆家暂住，陆家那小孙子陆明跟着伺候呢。陆家老太陆明恒确实有幸伺候过玄机一段时间，没想到这造化又让陆家捡到了。我好歹也是5大家族之首，排队也该到我们马家的人伺候玄机姑娘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这伺候玄机姑娘的机会抢过来。陆少，最近这么忙吗？连酒吧都不来了？今天不是来了吗？我在正帮玄机姑娘找着呢。嘿呦，您陆大少什么时候变成奴才了？还是个听话的奴才。能帮玄机姑娘办事，我乐意。这，哎，你干嘛？你5大家族之首的马家，找个人应该很轻松吧？什么忙？说。帮我找一个小男孩，6、7岁，抱着一个蓝色的鲨鱼玩偶。陆少，你现在真的像个奴才。你以为谁都能给玄机姑娘当奴才？恐怕你想当，还没有机会。今天喊大家来，主要是有一件事，帮我找一个6、7岁的小男孩，抱着一个蓝色的鲨鱼玩偶，重点查最近刚去世的，或者刚报了失踪案的，动用所有你们家里的关系，事成之后有重谢。喂，陆少，你要找的人找到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样邋遢的我，不配出现在圣洁的玄机姑娘身边。玄机姑娘，你让我找的人，我找到了。小男孩叫小瑞，跟着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，1个月前在医院去世了，但家里人一直没把他下葬。听说在私下找道士。还有一件怪事，小瑞的尸体这几日不见了。走吧，咱们去看看。玄机姑娘，请。今天你来当我的司机。好的。能当玄机姑娘的司机，我可真幸运。在陆家住了这么久，见到主人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
你知道玄机姑娘是谁吗？你都结婚嫁出去了，就不要再给家里搞事情了，寻麻烦了。连你也被他迷住了。当年你奶奶被这小丫头的爷爷迷住，现在你又被他迷住。你这样做，对得起爷爷吗？老姑，你不要乱说，我和玄机姑娘还有重要的事情，改天再和你说。那我先走了，老姑。我倒要看看你们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怎么样，道长？怎么样了？大师，怎么样了？能处理好吗？这个小鬼太厉害了，要处置他，需要消耗50年的道行。大师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呀！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张老太，不要提钱，有损清义。不过，既然您这么诚心，就50万吧。好好好，我给您。大师这是在捉鬼呢，还是在作秀骗钱呢？这两人是谁？我不认识他们。我们俩是来帮你解决问题。就凭你们两个？不，是我们家小姐，玄机姑娘。小姑娘长得挺漂亮，不过是没用的花架子而已。你说什么？玄机姑娘是有用的花架子？这话怎么怪怪的？用不着你们，这一场法事贫道一人足矣。张老太太，还请闲杂人等先出去吧。好的，道长，感谢两位远道而来。你们也看到了，大事一个人就能解决好，还请两位回吧。这位道长要是有真本事，就不会看不见您身上的煞气。胡说八道！贫道最精通的就是煞气。这位老人家身边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是吗？小姑娘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好了，没事了。道长，怎么回事了？我刚才看到我孙子了。坏了，这小丫头片子还真有点东西。既然这两位年轻人这么有信心，还请两位先做法吧。道长，那就请姑娘先出手吧。大师，这位姑娘看起来这么年轻，她能行吗？没关系，这位玄机姑娘要是解决不了，我自会出手相救。还没有玄机姑娘解决不了的事情。放心，若是这位玄机姑娘处理不好，贫道自会再出手，稳住局面。
那就请玄机姑娘试一试吧。能行吗？这事儿闹这么久了，找了好几个大师了，都没有解决，谁知道这个能不能解决好？都给我滚！玄机姑娘，这个发疯女叫朱露，就是小瑞的母亲。露露，你别生气，先回房间去。小瑞的事情，道长会解决好的。你这个毒妇，我就知道，小瑞就是你害死的。就算他不是你的亲孙子，你也不该这么心狠手辣。露露，冷静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没有害小瑞，我去庙里祈福，大师亲跟我说的。露露，小瑞的灵魂不肯离开，会一直占着你的子女宫，影响你后面的子嗣。我也是为了张家好啊！我当初嫁进来就说清楚了，我带着小瑞就绝不会再要孩子。你当时也是点了头的，你这个毒妇！为了一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孩子，你就害死了我的小瑞！这天怎么突然变黑了？不对劲，太邪门了！你竟然用了请魂香！你是想害死这里所有人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啊！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请魂香。请魂香是我烧的，小瑞的尸体也是我藏起来的。我只是太想再见小瑞一面了。我不想他在那边一个人孤苦无尽。我只是想再见见他。玄机姑娘，这请魂香真能见到使者吗？简直是妄言。露露，你把小瑞藏在哪里了？你要是真疼小瑞，就该让他入土为安。你把他藏起来，这不是让他魂无所依吗？再说了，小瑞早点安葬，也能早点往生投胎，不该占着张家的子女宫啊！妈，别说了，你能不能别再说了？不要再说孩子的事情了，露露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。我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张家不能绝后！你这个毒妇，小瑞就算不是你们张家亲生的，好歹也喊你一声奶奶，你怎么能忍心杀害他？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怎么回事？难道真是姨妈害死了小瑞？我没有害小瑞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妈呀，我不会死在这里吧？玄机姑娘简直比夜明珠还亮。不对，怎么能用那种俗物来比玄机姑娘？我真是有眼无珠。玄机姑娘简直是神！天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！朱女士，节哀，玄机姑娘来这里是为了帮您和小瑞的，帮小瑞超度，让他能顺利进入往生。真的吗？张老太，还是先让其他人出去吧。好的，玄机姑娘。他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我之前那样对他，还骂他爸是小三儿，他会不会报复我？张涛，对于小瑞的死，你就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小瑞的死跟我儿子没关系，你别在这里装神弄鬼。你现在认错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
玄机姑娘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小瑞虽然不是张涛亲生的，可他平日里真的非常疼爱小瑞的，比对亲生的还好。反倒是他一直不喜欢小瑞，从来没给过小瑞好脸色。请魂香是谁给你的？是张涛，他看我太伤心了，才把请魂香给我的。不对啊，我当初调查过你，你几乎足不出户，一个天天宅在家里的人，是从哪里弄来请魂香这种阴损东西的？这就是在网上随便买的，就是为了安慰安慰露露，让她别那么伤心。你骗我！露露，我发誓，这请魂香真的只是不想看你太伤心，其他的事情我发誓我什么也没做。露露，你要相信我，相信我呀！我相信你，玄机姑娘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张涛对我很好，对小瑞也很好，不会是他伤害小瑞的。行了，别演了，给我显出原形来！这也太吓人了！小心！死丫头，别多管闲事！玄机大人饶命！玄机大人饶命啊！你认识我？见过。500年前您在临阳县当过县守，那个时候我就见过您。那你为什么要害人？我本意也没想害人的。我在山里待了200-300年，每天就是潜心修炼，好不容易有了一丝灵力，可我资质太差，修不成人形啊。巧合之下，山里碰见一个快死的砍柴人，他从山上掉下来，快不行了。他求我附他的身，我想人类寿命不过几十年，帮他完成心愿我就归山。可人间太繁华了，好吃的好玩的太多了，我在山里清苦了几百年，就不想回去了。后来我碰见了沈大师，他教了我夺舍的本事，这样我才能在人间一直待下去。可人类的身体衰老太快了，我没办法，只能找了一个又一个占了他们的身体。都怪那个小瑞，他不听话。我原本只要他的身体，结果不听话，实在不听话。今天才给这个身体生一个新的躯壳。看到了。玄机姑娘，请坐。你还行，办事也算利索，算是个合格的门。真的吗？玄机姑娘，您是说是真的吗？玄机姑娘，接下来咱们要去哪里？以前是我疏漏了，让这个沈大师在人间作恶多端这么久。去查一下那个沈大师的底细。是，玄机姑娘。喂，陆大少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沈大师和他背后的永生堂，你得罪不起的。听我一句劝，这事儿别管了。不是我要查，是玄机姑娘要查。爸，玄机姑娘要查沈大师。去查，把资料全部给他，我亲自给玄机姑娘送过去。五大家族今日特意前来拜见玄机姑娘。